儿子主动脉夹层破裂，需要手术。我老公就是心脏专家，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，直接打车去了医院。上辈子，在我苦苦哀求下，老公跟着救护车一起回来接儿子，并且安排好了床位。因为老公忘了带手机，青梅心梗，给他打电话没接到，猝死在救护车上。老公失踪3个月，回来后一切如常，甚至在儿子生日那天主动提出做饭，结果他在饭菜里下了药。他掐着我脖子，生生割开我的喉咙。是你逼我回家接儿子，如果我那天接到了小颖的电话，他就不会死。你们全家是杀人凶手，必须给他偿命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儿子突发心脏病这天，这一次老公成功接到了青梅的电话，可后来他怎么跪着求我原谅呢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嫂子，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，可真的一张床也没有了。眼前的男人是我老公王州的同事江天，是今天的值班医生。我重生后第一时间就开车带着儿子来到了医院，可他看都没看我儿子一眼，就把我们拦在了心外科的外面。此时儿子眼泪一直掉，刚才在车上他就已经没力气叫疼了。我妈急得团团转，怎么没有病床？那里不是有一张空床吗？医生，我们不能住那张床吗？江天面不改色，那张床已经被预定出去了。我妈怒了，医院的床还能预定的吗？难道不是先到先得吗？我外孙病得这么严重，有床却不给他住，你这样的也算医生吗？喊什么？江天冷声说道，我怎么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有心脏病的样子？再说，你知道我们医院的床位有多难等吗？凭什么你们一来就要给你们安排床位？跟我妈说完，江天看向我，嫂子，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难听，如果你们继续演下去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江天脸上带了些愠怒，仿佛对我们的行为很是生气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已经有不少患者家属围观，听到他的话，一个个变得愤懑不平。来这里住院的哪个不是等了10天半个月的？你们是皇亲国戚呀，一来必须安排住院，装病的还有脸在这里闹？这么想住院，怎么不把医院买下来？谩骂接踵而至，儿子趴在我妈肩膀上，紧闭双眼，满头大汗，疼得全身都在颤抖，不停地在说：妈妈，外婆，我好疼，救救我！我心直接被揪起来，疼痛蔓延到了天灵盖。可就算这个样子，江天依旧不相信儿子是主动脉夹层破裂。我妈跟江天道歉，医生，是我说错话了，请你先给我外孙子看看，他真的很难受。江天趾高气扬道，医院有规定，不办住院，不处理病情。我妈几近崩溃，挥舞着拳头要打人。我上去拦住他，抬头对江天说，江天，我儿子不是普通的心脏病，他是主动脉夹层破裂，这病情况有多紧急，你应该清楚。他现在必须住院做手术。也许是我太过严肃，江天收起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不过几秒后，他笑出声来，装得挺像啊，赵金叶。不过你百度查这个病的时候，没告诉你这种病小孩不可能得吗？本来王哥跟我说你为了抢刘颖的床位不择手段，我还不信。为了争风吃醋，拿孩子开这种玩笑，你可真是恶心。江天话里话外都是鄙夷，重活一世的我知道儿子情况有多紧急。成人患主动脉夹层破裂的概率是10万分之一，死亡率接近100%，儿童得这种病更是要用罕见来形容。全国唯一能做这台手术的人就是这个科室的主任。
我不能跟江天生气，也没有时间跟他解释。我看了一眼疼到嘴唇发紫的儿子，一股窒息的绝望席卷了我全身。我知道江天不可能收我儿子住院，于是我咬了咬牙，直接跑到护士长办公室。王州所在的科室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心外科，来看心脏病的患者排着队等住院。可就这么一床难求的科室里，永远有一张空床，那是王州给自己的小青梅刘颖留的。上辈子儿子突发心脏病，我给身为心脏专家的王州打了电话，他刚开始说没有病床，在我苦苦哀求下，他终于同意把那张空床给儿子暂用，并且亲自跟着救护车回来接了儿子。可就这短短的半个小时，刘颖心脏病发作，给他打电话没打通，猝死在救护车上。那天王州送儿子到医院后就失踪了，直到3个月后儿子康复出院他才出现。王州辞去了大医院的工作，说要多陪陪儿子。他每天送我上下班，天天给我们做饭，陪着儿子做作业。就在我以为王州的心终于回归我们小家庭的时候，他在儿子生日那天给我们全家人下了药，儿子和我妈在痛苦中死去。王州却用药物让我保持清醒，开车拉着我到刘颖的墓地，逼我跪下来给他道歉。可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刘颖一直有心脏病，换了心之后却不好好吃药，导致频繁心衰。那天他心衰发作，给王州打电话没打通，也不知道打120，被邻居发现。打通120后，他不去离自己家最近的医院治疗，偏偏要来距离他30公里外的王州所在的医院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是他自己作死，为什么王州把所有过错算在我头上？王州却听不得我说刘颖任何不好，他满目悲凉。儿子平日好好的，怎么会得心脏病？肯定是你故意耍手段，让我没有接到小颖的电话，才让他错失治疗机会。赵金叶，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我跟小颖就是朋友，可你为什么还要做那些伤害他的事？他不吃药都是因为你，最该死的是你。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可王州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都是你害死的小颖，你也感受一下心痛到死的滋味吧。他拿着手术刀从喉咙一直剖到我胸口，伸手进去捏爆了我的心脏。想到这里，那股疼痛感仿佛还停留在我身上，我忍不住打了个激灵。想到病危的儿子，我冲进护士长办公室，直接给他跪下。护士长，我知道你有安排病床的权利，我们可以不住病房，就住在楼道。我儿子是主动脉夹层破裂，全市只有李主任能给他做手术，求求你帮我联系一下他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。为了儿子，我抛弃了一切尊严，把头磕得哐哐响。护士长动了恻隐之心，拿起手机准备往外走，却被江天拦下。护士长，你不会真相信了吧？你看不出她是在演戏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特别有手段。当年王哥本来都要和他的初恋一起出国了，就因为他一封举报信，2个人分开了。他还用自己的院长爸爸施压，强迫王哥跟他结婚。他为了争风吃醋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说什么孩子主动脉夹层破裂，说不定是被他打得。江天的话成功洗脑了护士长。护士长收起手机，对我温柔开口：抱歉，赵小姐，医院有规定，医生不开诊断，我们没办法收住院。一瞬间，我的心跌入谷底。我以为不给王州打电话，他就会顺利去找刘颖，上辈子的悲剧就不会发生。谁料他把事做得这么绝，竟然吩咐同事不收儿子住院。绝望之际，
我听到我妈尖叫一声：“金叶，你快来呀！小超他没气了！”我一个箭步冲出去，儿子趴在我妈肩膀上，手直接垂了下去。我伸手去测他的颈动脉，一摸毫无波动。我心一紧，大脑瞬间空白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喊出声：“快把他平放在地上！”我妈顺势放倒，我跪在地上，开始给儿子做心肺复苏。我摁压儿子的心脏，我妈转身去求护士站的护士，她跪在地上磕头：“求你们帮忙，孩子都这样了，你们难道要坐视不管吗？”围观的人也傻了眼，有个护士想要上来查看情况，却再次被江天拦下：“请你不要打扰我们正常工作。”虽然没人帮忙，在我的努力下，几分钟后儿子还是恢复了脉搏。他缓缓睁开眼，喊了我一声：“妈妈！”太好了，我喜极而泣，紧紧抱住他。只不过后知后觉，我儿子差点死在医院里。一想到这件事，我就心疼得发紧。儿子轻声问我：“妈妈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这里不是爸爸工作的地方吗？为什么他不来救我？”儿子稚嫩的声音让现场安静下来。我看到有围观的有人抹了一把眼泪，开口对江天说道：“江大夫，我觉得他们不像装出来的。”“对呀，江大夫，你就先给诊断一下吧。如果是假的，那这也太真了。”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开始为我们求情，可江天却不为所动。“赵金叶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这场景在家里演练很多次了吧？只不过你这心肺复苏动作太不标准，况且王哥已经去找刘颖了，你这出戏可惜了。”我没想到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江天也不相信我儿子是真的生了病。我忍无可忍：“江天，我是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？你这么嘲讽我，就算我真的犯了错，也有法律来惩罚我。我孩子又有什么错？你身为一个医生，遇见病人不问诊就下定论，你还配穿这身白大褂吗？”我此话一出，旁边的人们也怒了：“就是江医生，哪有母亲会拿自己孩子的身体开玩笑的？他说的对，就算你说是装的，也要有证据吧？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用听诊器听一听，不就知道了？”面对千夫所指，江天脸色微微一变，他迟疑地摘下听诊器，刚准备给我儿子听一听心音，怀里的手机却响起。江天接听：“王哥，你在哪？嫂子在科里闹得厉害。”听到这个称呼，我打了个激灵，打电话的竟然是王周。王周声音冰冷：“我在小颖这里，她住院了，你先找人把他们赶走，等小颖稳定点了，我再回去处理。”末了，王周又加了一句：“那张床谁也不许动，那是我留给小颖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妈哭了，对着电话大喊：“王周，你疯了吗？生病的可是你亲儿子，他要是死在这里，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？”王周冷笑一声：“谁都没有小颖重要，如果他要死，那就让他去死吧。”我下意识捂住儿子的耳朵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他抬头看我：“妈妈，爸爸为什么要我去死啊？”我一时失语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王周挂断了电话，江天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你听见了吧？赶紧带孩子走吧，别在这里丢人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护士长带着李主任出现在门口，我眼前一亮，抱着孩子跑过去：“李主任，求你看看我孩子。”江大夫不收他，说他没病，可我觉得他是动脉夹层破裂。在我卑微祈求下，李主任把听诊器放在了我儿子胸口，他一边听着，一边皱眉。江天走过来：“老师，你别听这个女人乱讲，小孩怎么可能会有动脉夹层破裂这个病？”谁料他话音刚落，李主任收起听诊器，接过我孩子往手术室的方向跑。
同时对身边的护士长说：“通知手术室，这里有个孩子动脉夹层破裂。”说完，他冷冰冰看了江天一眼：“谁告诉你小孩得不了这种病？江天，这孩子全是被你耽误了。”李主任的话宛如晴天霹雳，把江天定在原地。几秒后，他脸上嘲弄的笑终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惊恐。旁边的人议论纷纷，原来这小朋友真的这么严重啊！这医生真造孽。我家里人就是因为主动脉破裂走的，听说晚1分钟治疗就会多10%概率死亡。这些人的话语此刻落在江天耳朵里，又是那样的刺耳。江天垂下头跟我道歉：“嫂子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先问诊的。”护士长着急带我去办理相关手续。临走时，我白了他一眼：“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有权有势吗？你放心，如果我儿子有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”江天一直以为是我拆散了王周和刘颖，只因我认识王周时，他还没和刘颖分手。那天我来医院给爸爸送东西，对王周一见钟情。可是得知王周有女朋友后，我就放弃了。后来刘颖要出国治病，王周也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，却因为一封举报学术造假的信件，被迫让王周留了下来。当年我爸爸还是这家医院的院长，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很多人都以为举报信是我写的。王周又是爸爸的学生，只有爸爸知道他论文的真实性。在刘颖出国后不久，2个人就分手了。王周选择跟我在一起，很快我们结婚，有了小超。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有人坚信是我导致王周和刘颖分手的，竟然还因为这个借口，差点硬生生把我儿子拖死。想到这里，我恨不得将江天生吞活剥了。交完费，我去了手术室门口，我妈站在那里。经过这一晚上的折腾，她仿佛老了10岁。看到我妈的眼泪掉下来。如果你爸爸还在的话，他们怎么敢这么欺负我们？闻言，我鼻子发酸。当初我跟王周结婚，爸爸其实是不同意的。王周是他的学生，他清楚地知道王周对刘颖的感情。他说我嫁给王周一定会后悔。我当时想，怎么会呢？只要持之以恒，我一定能感化王周。刚结婚那几年，王周是个完美的丈夫，他善解人意，事事为我着想。我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对我更好了。当时我觉得幸福极了。直到爸爸去世，刘颖回国，王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他对刘颖的关心已经超过了朋友的界限，只要刘颖一个电话，他就会立即赶到他身边。我曾因为这件事跟王周吵过无数次，王周被吵得烦了，对我大声说：“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和刘颖之间是清白的呢？”我之所以这么关心他，是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，一定会治好他的心脏病。是的，王周学医是为了刘颖，来到这个医院也是为了刘颖。他们之间有个治愈条约，王周在治疗好刘颖之前，是有一半属于刘颖的。这些我早就知道，所以在刘颖去世后，我还庆幸过。这个可笑的治愈条约终于结束了，我的婚姻生活终于正常了。结果王周为了刘颖疯成那样，我闭上眼睛，原来最可笑的是我为了一个渣男失去了一切。儿子福大命大，最终保住了性命。1周之后，儿子恢复了意识，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。我和妈妈终于放下心来，每人轮流1天照顾他。期间江天每天来好几次，看到我就道歉，还悄悄给我账户里打钱。江天是个难得好医生。我听护士长说，当得知我儿子差点被他耽误病情，他在医生办公室哭得站不起来，连扇自己好几个巴掌，说自己错了。
我知道，如果我坚持要追究这件事，他一定会被开除的。可江天被开除了，他那些病人怎么办？到时候又会有多少病人因此丧失活下去的机会？所以我接受了江天的道歉和赔偿，并不打算深究这件事。那天我来接替妈妈，刚走进楼道，就听见妈妈的痛骂：“王周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这可是你亲儿子，刚刚做完手术，你就要赶他出院。”我直接冲进去，王周站在儿子的床边，正拿着他的东西往外扔。儿子流着眼泪大哭：“爸爸，你不要扔我的东西！”刘颖站在王周身边，一副泫然欲涕的样子：“周周，你别赶他们走了，我住在哪里都没问题的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”王周把儿子的水杯扔进垃圾桶，满脸愤怒：“不行，这是我给你留的床位，就算是我亲儿子，也不能占用。”扔完水杯还不够，王周又去抢儿子身上的被子。“住手！王周，你疯了吗？”我挺身而出：“赵金叶，你可算来了！”王周恶狠狠剜了我一眼，赶紧给他办出院，别占小颖的地方。我瞬间变得愤怒：“这医院是你开的吗？这床位是我们花了钱的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凭我是医生，你们没病却要住院，这是在浪费医疗资源，我有权利把你们赶出去。”我刚准备反驳，门外传来江天的声音：“王哥，你别闹了，小超刚做完手术，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”江天此话一出，王周看向他：“江天，我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也被这个女人洗脑了，竟然联合她一起骗我。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清楚，他从小就健健康康的，怎么可能有心脏病？”江天皱眉：“他骗你，我骗你，病历骗不了你吧？如果你还是怀疑，可以去看看小超的病历。他那天主动脉破裂，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。”听到主动脉破裂，王周瞳孔震了震，很快他又恢复如初，摆手道：“小孩子怎么会的？”江天告诉他，这个病小孩子也会得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确确实实发生了，是主任亲自做的手术，整整10个小时，医院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手术。王周一直觉得小超的病是我编的，是为了争风吃醋。上辈子他把小超送到医院后，就接到了刘颖的电话，直到儿子痊愈他才出现。他并不知道儿子的病情有多严重，如今得知了真相，王周眼底顿时有了愧疚之色。他看向小超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可这份温情很快就被刘颖的哭声打破。小超竟然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都是我的错，我那天不应该给周周打电话，是我霸占了小超的爸爸。他眼泪说掉就掉，王周刚刚愧疚的心瞬间就被心疼占满。他连忙安慰刘颖：“小超得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说到底还是报应。赵金叶爸爸因为赵金叶伤害你，那老天爷伤害他的儿子也没什么错。”他这句话提醒我了，临死前王周曾说我爸爸给刘颖造成过伤害，害得他背井离乡，有家不能回，害他得了抑郁症，患了心脏抑郁到连抗排异药都不吃了。刘颖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，国内没有几个朋友，所以这话不可能是别人传的，只能是刘颖自己说得。我实在不明白，爸爸对刘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要污蔑他，哄好刘颖？王周抬头对我说：“就算小超做了手术，可他也不应该占用小颖的病房。赵金叶，你今天就给小超转院吧。”我还没说话，江天怒了：“王周，你也太冷血了吧！小超还没完全脱离危险期，你逼他转院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看到江天替我出头，王周很不满意，他看向我：“
赵金叶，你要记住，你家欠小影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此刻我再也忍不下去，我欠他什么了？王周，你总说我伤害了他，我想问问，到底是怎么伤害的？我跟他八竿子打不着，究竟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儿子搭上生命都还不晚。面对我的质疑，王周愣了几秒。你竟然不知道你对小影做了什么？他眼底变得凛冽，声音也变得冰冷。赵金叶，你真是冷血无情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如果没有，别说了。周周，王周话都没说完，刘颖捂住了他的嘴。既然金叶不记得了，你就别说了，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王周此刻对刘颖的心疼压都压不住。不，我要说，小颖，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可害你的人却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不公平。王周不顾脸色发白的刘颖，开口对我说道：赵金叶，当初是你父亲撺掇小颖去国外，当时我们决定一起去，可是你的一封举报信让我和小颖分开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小颖去了国外后受到了侵犯？按照王周的说法，因为他没去成国外，所以没人保护刘颖，刘颖受到伤害，而刘颖在国外也没受到什么好的治疗。我父亲介绍的机构是骗子机构，在他身上试药，导致他产生了很强的副作用。刘颖精神备受打击，患上了抑郁症。等他好不容易回国，等来了换心机会，这时我爸又暗箱操作，给刘颖换了一颗不健康的心脏。你爸对小颖做了这么多事，你敢说你一点都不知道？赵金叶，你们一家子都应该对他忏悔。王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如果不是看到他身后刘颖一脸尴尬的模样，我还真信了这句话。听到他这些指责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笑完又有点想哭。这么些年，我的真心竟然给了这样一个男人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，直勾勾看着王周。王周，你真是蠢得可怜。你为什么会觉得那封举报信是我递交上去的？王周皱眉，只有你爸爸知道我那论文数据造假。我开口问，你确定吗？说不定你的小颖也知道呢。王周明白了什么，他回头看刘颖，刘颖瞬间慌了，连连摇头：不，我没有。王周握紧拳头，笃定道：赵金叶，你不要挑拨我和小颖之间的关系了，他没有理由这么做。怎么没有？你以为他去国外是真的看病去了，其实是他找了个国外男朋友，绿了你呢。那封举报信也是他提交的，这件事我本来想烂在肚子里，既然王周主动提起，那我就不能不说了。在王周被举报后，我去找了爸爸，强烈要求他以公谋私，压下这次事情，直接送王周出国。爸爸耐不过我接二连三找他，把事情真相告诉了我。刘颖是爸爸第一个患者，所以他对刘颖的感情很特殊。在得知国外有这样一个治疗室后，他写了很多封信，给刘颖申请了名额，那边派医生来给刘颖评估病情。刘颖却看上了队里的小医生，他们两个迅速坠入爱河，想着去国外双宿双飞。没想到这时王周却申请到了出国进修的名额。为了王周不打扰自己，刘颖写了那封举报信。知道真相的王周脸变得跟纸一样白，他不可置信地摇头：不可能。刘颖也为自己辩解：周周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他是在诬陷我。我诬陷你？我直接拿出包里的举报信，这是你当年的举报信。我爸害怕我不信，给了我。我害怕被王周发现，一直带在身上。至于你说的国外是骗子机构，那就更好调查了，只需要打个电话就清楚了。看着那封举报信，王周眼睛蓦地红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真相是这个样子。
他直勾勾看着心虚到手忙脚乱的刘颖：“你既然喜欢上了别人，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还有，你怎么能把这件事推到赵金叶身上？”刘颖又要哭了：“周周，这件事是我没说清楚，可你敢保证当时没有对赵金叶动心吗？就算没有了进修名额，你也可以辞职出国呀。可是你没有，说明你也变心了。”他这话直接击中王周的内心。也许正如他说的那样，王周当时对他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纯粹，不然怎么不追出国去？看到王周怒火平息，刘颖又说道：“就算这件事我骗了你，回国后他爸爸给我换了一颗不太好的心脏，这又怎么解释？在换心之前，他爸爸还威胁我，这辈子都不能出现在你面前。剩下的事情我不清楚，可我知道爸爸是不可能说这种话。”我正准备问刘颖他换心的具体时间，只见妈妈上前一步，手指微微颤抖，指向刘颖：“是你，你得到了老赵的心脏，你为什么不珍惜？”闻言，我立即上前询问：“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妈把刘颖最后一层脸面撕开，她口中的老赵自然是我的爸爸。原来那年爸爸得了癌症，临死之际，刘颖找到了他，央求他给自己找颗心脏进行换心。更换心脏手术，国内极其严格，心源更是难求。爸爸当时已经退休，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怎么可能答应这件事？但刘颖威胁爸爸，他说如果爸爸不给他找心源，他就把王周从我身边抢走。爸爸最是爱我，为了我婚姻幸福，答应把自己的心脏给他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他们约法三章，如果刘颖接受了我爸爸的心脏，那他就不能出现在王周面前。如今刘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我爸爸的心脏，我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。这些事情，爸妈为了保护我，一点都没告诉我。不只是我，王周也震惊了，他怒不可遏地对刘颖吼道：“老师把心脏给了你，你不珍惜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诋毁他？”此时刘颖连装都不肯装了：“我诋毁什么了？他一个癌症病人，心脏也是坏的，更何况他都这么老了，心脏也老了。我要的是年轻的心脏，不要这么老的。”江天也大受震撼，国内心源那么难搞，像你这种浪费心脏的患者，根本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捐赠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活下去。刘颖哭着去拉王周的手：“周周，这些事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”此刻王周已经彻底清醒，他抽出自己的手，苦笑道：“刘颖，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你怎好意思说这些事都是别人欺负你？我真蠢，竟然相信了你的话，还要把自己亲生儿子赶出医院，在他做手术时连面都不露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”王周眼底的嫌弃彻底刺激到了刘颖，他再次凑到王周的身边：“周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难道忘了你我之间有治愈协议？在我病好之前，你要负责我一辈子，去你妈的一辈子！你难道害我害得还不够吗？赶紧滚吧！”王周用力一推，刘颖直接被推到地上。“王周，你不要脸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”刘颖情绪太过激动，吼完这句话，忽然喘不上气一般，张嘴大口呼吸。这次江天不敢有任何延误，找来几个人抬着他去抢救去了。整个过程，王周没再看他一眼。等病房安静下来，我把儿子的杯子捡起来，王周大梦初醒一般，直接对我跪下来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你也听到了。这一切都是刘颖骗我，你原谅我吧。”他满脸写着真诚，见我不为所动，王周又说：“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原谅我，我答应你，
等过段时间我就辞职，好好陪陪你和孩子。因为工作原因，王周不常在家，就算有休息时间，也是往刘颖那边跑。我常常抱怨他不顾家庭，所以上辈子他突然辞职，我还感动了一把。可他陪伴的下场就是全家人死于非命。想到这里，我长叹一口气，开口道：“王周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听到离婚2个字，王周目瞪口呆，半天他才反应过来，频频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能离婚。老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就算不需要我，你想想孩子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”提到孩子，他宛如抓到了救命稻草，转而看向儿子：“小超，你快劝劝妈妈，让她不要离开爸爸，不然你也要跟爸爸分开了。”王周跟儿子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还担心了一下，毕竟儿子很依赖他。可结果出乎意料，儿子很痛快地摇头：“不要。”王周怔住：“小超，你欺负妈妈，我不想要你当我爸爸，孩子不行。”王周转头看向我妈，谁料我妈也是摇头，她近乎崩溃：“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只不过陪他看了看病，就这样离婚，我不同意，不同意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以为离婚跟结婚一样，需要2个人同意才可以？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这婚都离定了，就算是时间长一点。”见我如此坚决，王周惊慌失措，他问我：“为什么？我都答应你回归家庭了，以后我也不会跟他来往了，你怎么就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？”王周，你杀我们3个的时候，给过我们机会了吗？闻言，王周眼睛都睁得老大，哆嗦半天，他才来了一句：“你，没想到吧？我也重生了。”我冷漠地告诉他：“从你动手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抛弃这个家了。”最后，王周没继续求我不离婚，失魂落魄地走了。后面几天，王周每天都来看儿子，不过我们都当他不存在，就连孩子也不理他。过了几天，他也没来了。江天说刘颖抢救过来了，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，王周去照顾他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江天都带着恨意。我没有半点生气，反而有点紧张。几天后，江天跑过来对我说：“王周杀人了。”在刘颖出院后，王周把他接回家，直接下了狠手。王周用手术刀从刘颖脖子一路剖到心脏。警察到的时候，王周还捧着那颗心脏在忏悔。我点点头。王周这个举动在我意料之中。上辈子他选择我们，因为刘颖后悔杀了我们；这辈子他选择刘颖，又因为我们后悔杀了刘颖。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真正错的人是他自己。如果他喜欢刘颖，不应该接受我的爱意；既然他选择跟我在一起，就不应该再去找刘颖。不过这个男人确实是个怂包，不管这辈子还是上辈子，他都不敢对自己下狠手。儿子出院后，我给他改了姓。与此同时，王周也被判了死刑。警方告诉我，他想见我和孩子一面。我不想见他，可我不能剥夺孩子见爸爸的权利。我问儿子要不要去见一面，并且告诉他这可能是最后一面。儿子的答案出乎意料，他很坚定地拒绝了。我没有这样的爸爸，这种爸爸也不值得我留念。我点头，把儿子抱进怀里。看来他长大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